我叫小强，然后从台湾的屏东来，就是台湾的南部，然后比较热情的地方，所以我自认自己给人家感觉都是比较热情亲切的，对对对。然后是2015年的时候来日本的，然后那时候是呢打工度假签证来，对，那时候原本是想说，来体验一下日本生活，然后跟家人说，我来玩个1年好了，打工度假嘛。然后玩就觉得哇，回不去了，因为觉得还是比较喜欢日本的生活，所以就继续待在日本这样。然后现在就开始在日本做不动产，然后现在在日本待了快9年了这样。你那时候会日语吗？那时候为了来，其实我原本是想要来日本读书啦，读研究所，然后就是拼了1年的日文，然后原本要来考，但是就觉得哇，日本读书好贵哦，然后就觉得算了，就觉得负担太大，我就想说那直接来打工度假好了。在台湾学的日语？在台湾学了1年左右，考了N2，直接来日本工作。那你原来在台湾念哪个大学？我在台湾研究所是读到清华。也清华。对，哇，好棒的学校。还不同。学什么专业呢？学分子医学。分子医学。对，所以每个人都听到说你学分子医学，然后你在卖房子。对啊，就很跳这样。对，那应该那个专业也不错。对，但是应该这样讲啦，如果说走那个可能会比较走学术。对，那我发现我的个性可能不是这么适合一直待在实验室。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到处跑的呀。对，那你如果一直待在实验室，我觉得哇，可能1年2年好像 OK， 但久了我可能觉得会疯掉，就觉得而且可能自己比较喜欢接触人群啊。那如果说只做实验不能接触人群，好像会觉得自己那种身体的养分都没有那种感觉。OK， 对，然后也是因缘际会啦，所以后来就来日本，就想说做这个好像也不错，然后就继续做这样。那不是，那怎么就突然转到了那个房地产上面去？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其实从小时候就还蛮喜欢，其实我们家搬家好多次，所以就小时候看房子的机会很多。然后其实自己有发现说，自己其实也蛮喜欢看很多不同的房子。然后来日本的时候，应该这样讲。就是在日本，因为我们做不动产的话，其实你会因为客人的看房，那我就会到处到东京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其实蛮有趣的，有点是公费去跑各个就是大家不会去的地方。对，因为其实你大家来东京玩啊，只会想说比如说新宿啊、池袋啊这些有名的地方，但是其实如果说今天这客人 OK。假设川崎好了，川崎可能大家没什么人会听过，如果只是来玩的观光客的话，然后我是比如说神奈川的一些小的地点啊、小站啊，这些地方是因为我要带客人看房，我才会去到这个地方。然后而且我觉得东京因为我不止东京，我觉得日本很有特色的地方是每一个站它有自己的特色，然后甚至说这个站有不同的音乐。那今天的话，如果是观光客，我不会体验到这些东西。就是说可以到处走。对，而且是公费。对，就有点像说，比如说好秋叶原好了，它的车站里面音乐是特殊的，然后有些地方每一站的音乐不一样，很有特色。对，然后就很好玩。那可能而且加上我做这个行业的话，我可以认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台湾人或者是各国的人，因为我中文英文还 OK 嘛，所以就变成说还有欧美来的客人啊，或者是比如说马来西亚或者是任何讲华语的客人。那他们来说，其实会来的人都是喜欢日本的人是对，所以我就可以跟他们聊日本的哪里的不错的地方、不好的地方，然后甚至说可以让他们，因为很多是刚来日本嘛，或者是说可能。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来日本的外国人，所以都会有很多对日本有一些憧憬或者是抱怨，那大家就会互相了解。然后刚来的我就可以让他们快速去融入这个社会，因为他们会说：“你觉得日本的文化怎么样？什么什么的？”那我就可能会给他一些有点像前辈的那个角色，去给一些建议。对，所以我觉得所以就觉得这个工作很有趣，因为。比如说像每个人工作不一样嘛，我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你做 IT 的，然后你是比如说做艺术的，或者是不同领域的饮食业的，我都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个
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我觉得很棒。就不会像说我每天做实验，我就是实验，今天是细胞，明天是细胞，后天还是细胞。的确它会很多变化啦，但我觉得与人的相处可以更有趣。明白。那咱们华人啊，就是在买房子和这个这么讲吧，我来到日本之后呢，我发现就是日本人的对这个买房的这种概念就是跟我们华人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就从他上班一直到现在，他都在租房子，他不买，他完全可以买得起，但是他不买。华人呢就好像必须得买一个自己的固定的一个住处，特别是有些人取得了永住权或者入籍了觉得利息更低对吧？然后就会必须得买一个房子一样，是吧？对，是不是这种现象？另外还有就是中国人来这儿买房的人现在特别多。对，然后我看网络新闻说，这些人导致了房屋的涨价，是这样的吗？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啦。对，因为华人就是我觉得华人的既定印象就有点喜欢炒房嘛，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啦。台湾也有吗？台湾也有。对，台湾的房价对，我看到那个馆长的那个对影片，他说现在台湾的房价超高。对，很高，就是跟薪水完全不符合比例。也是这种现象。对，所以我觉得回到日本来讲啦，其实不能说绝对是这样，就是绝对是因为外来投资客的关系去导致它房价增加，但是多少都有影响啦。对。那现在因为我觉得日本它好的地方就是它房价波动不会相对国外来讲不会这么高。但是坏处就是相对来讲它不会这么高，因为对炒房的人就会说你的波动这么低，我赚不够钱但是相对稳定就是所以像有些台湾来的客人，或是不论台湾就是海外来的客人做投资的部分的话，他们会觉得说，其实多少会买都是因为喜欢日本的这个因素，收益倒不是那么高。对，它就是一个稳定，应该说稳定。对。那你说会不会赚？我老实说，我每次有客人问我这个时候，我都会给实际的例子，因为我不喜欢说。因为有些中介会说一定赚，那这就是骗人的，没有说绝对。但我会用实例，就是像有些人，像我们公司就有客人他在那个埼玉的地方有买房子，在5年前买的时候，他是自住的房子并没有就是不是投资的房子，3900万买下，然后5年后现在卖的时候，他的同一栋楼的楼上的一模一样大小的房子，楼上而已现在卖5400，就5年再涨了也是1000多万，快2000万了，那是不是会涨？那有涨的肯定有涨，那你说一定涨多少？我不会跟你说保证。但是如果你通常会买这边就是喜欢这边嘛，那你觉得说我想一个资产转移有点像是分散风险嘛？因为我说实话，大家都会觉得普遍会来日本投资的都会觉得自己国内的状况可能相对是没有这么稳定，或者是想要多一个保险，有人说我钱一些部分放在别的地方会安全一点的话，那或许日本是一个安全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想要说我要大赚，那我可能就不会建议。对。那日本人他们购房的理念，包括他们是不是买房的这种概念跟我们都不同？对日本人其实不能说绝对，但是蛮多人会觉得说我觉得应该是文化啦，因为在以前来讲，日本他们其实工作的时候很容易有所谓的转勤，或者是换地方。因为他们有点像是说有些公司他会觉得说你一直在这个位置做久了可能会不好，或者是说有些利益上的问题，对，或者是让你了解公司的多样化，或者是说因为他们偏向你可以做久嘛。那假设你一直做某一份比如说 A 的工作内容，那他觉得说你一直做这个你会腻，你会想要换工作，那我在公司内换一个 B 的工作内容，调整，对，他可能就会换地方。那你换地方，那再重买，因为毕竟其实东京比我们想象的其实还蛮大的。那换地方他们会觉得说，那我租房子是不是轻松一点？那还有比如说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维持费用。但你像比如说你买房，你就会有什么管理费修缮费或者税金，这些都来了。对。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不想付这个那或者是第三个原因就是没有成家。成家，对，通常成家会比较想要买啦。对。然后或者是说
日本人就是你应该有听过，就是东京人是还蛮冷漠嘛，应该这样讲，就是不喜欢跟人家有太多的交流。是，但是以前的文化就很像说，我今天买一个房子，我搬到这个地方，我会跟街坊邻居打招呼，就是我搬到这边，请多指教，请多关照。对对对。但是听起来好像是不错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有些人会觉得我讨厌跟别人交流啊。对对对。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买房子，你就必须没有说必须啊，但是他们会有内心会觉得说，好像要做这件事。但是租房子你不需要做这件事，我不用去跟街坊邻居交流，所以就某一个层面用文化来讲，他们可能也是觉得说，这样可能我租房子我不用去做额外的交流，对对对，简单。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认为说可能比较常见的3种理由吧。就是然后华人的概念就是钱投资，对对对，或者是说像我们来日本的外国人会觉得说，我有买房子，我比较稳定。就是好像比较实在了，对对对对对，我好像落地生根了，对不对？因为其实会来就是比较想要待在这边嘛，是是是，对对对。是。但日本人好像他们有的他租很多年房子，他也没有觉得自己不稳定那种感觉，对，比较适应这种。我觉得就这还是文化的差距，他不觉得，他没有安全感，或者甚或是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说房东驱赶那个租房者这种状况。对，所以他们一租，对，我那个朋友都租了10几年，就在那个老奶奶家一直租了这么久。有，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其实他们不能随便赶租客，也不能随便涨价。对，所以其实因为现在房价都在涨嘛，就我有个客人，他是大概10年前买在三轩茶屋，他是4000万买的，是，然后那个房租我打一个比喻，我有点忘记金额，但是应该是租20万，但是因为他一直没有退房，那个租客，但是他的房价已经涨到7000多万了，但是房租还是20万。那如果按照现在的房租，他应该付多少钱房租？可能付到30是必须的，更高或者是必须，但是他没办法涨，然后变成说他卖不掉。他还不能卖。他可以卖，但是你投资客看到投报率低啊。因为房租不能涨。等于说我3000万买的，我现在卖了7000，我举例卖了7000万，然后收益还是20万。对，我还不能把他赶走。对，但其实是有方法的，就是你比如说，其实你提前半年去，比如说去提出申请，让他增加房租，或者是说你直接付他的搬家费用。这样也可以，是可以的，你就有点像是赔偿他吧，就是我赔你这几个月的钱，让你搬家，然后你搬出去。那如果他不同意呢？就看怎么去协调了，因为其实是不能强制，对不对？但你有一个正当理由去跟他沟通。其实日本它的法律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正当理由，但是这个是很模糊不清的，就是没有标准的。对，但是如果我说实话，如果你愿意付钱，他是会愿意走的，就是你只要钱够啦。好说，讲难听点就是钱够啦。对，那我那个客人就说，这样我要付，比如说500万这样我很亏但我想说，大哥，你买4000万卖7000万，你赚了3000万，你赔个500万不为过吧？我懂您的意思，就等于说用那个赚来的钱等于补偿一下租客，就其实还是赚了2000啊。对对，补偿给租客的，然后这件事得以解决。对啊，所以就是看自己的角度啦。明白。对，所以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可能日本他不会这么喜欢搬，因为我今天房价都涨，我可能买不起，但是其实你可能7000多万，你的房贷都不止20万了。OK， 对，这也是有可能的啦。是的，对。这个样子。因为我在做不动产之前的时候，因为就是没什么钱嘛，那因为我原本是跟另外一个室友一起分租。然后他忽然合租，对，我跟他合租，然后因为他是那个中国的朋友，就是四川的朋友，然后因为他临时他要回国了，然后我就太临时了，所以我也不可能自己租那个地方嘛，太贵了，就是因为我们合租嘛，我就自己找房子，然后我就找了很便宜的，就是房租很便宜，大概1个月4万日币左右，然后很便宜，结果后来我住进去的时候，我就出了一堆事情，我就一直感冒，然后是那种感冒3个月都不好，然后一直咳嗽，还咳到脊椎发炎那么严重？对，然后还洗不了澡，因为那个浴缸水一直出不来。然后为什么出不来？坏了？就坏了，1个月我都洗不了澡，然后那你怎么不让那个？有叫他们修，就是修了1个月，修了1个月都修不好，修那么久，修了1个月才好。但是我中间因为我有报健身房，我都去健身房洗澡，然后重点是那个离车站我要骑脚踏车30分钟。
哦，那对，因为太麻烦了。因为它便宜，因为我那时候赶着搬，我没钱，就是太临时了。多少钱一月？一个月4万。哦，那是不高。对，那因为太临时，因为日本租房初期费用高嘛，是。然后我就一直出事，一直出事。然后我朋友就觉得说啊，我怎么那么倒霉？他就那个买那个亚马逊就买那个驱邪的盐，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日本会买那个盐巴啊，我知道，我看到有的餐厅门口，对，它会摆一个三角形，有驱邪的用处，就是那个像一个小山坡形状的。对。每天我去了一家烤串店，每天都在弄的。那个天我说，哎，我看着像盐，我后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为什么是弄这个？好像是它就驱邪，或者是有带来一些有点像是干净这个房间的磁场。啊，对对，然后因为我朋友真的觉得我太倒霉，那我就那时候就宁可信其有嘛，就身体也不好，对，因为房屋又出状况，对，然后因为我是睡那个阁楼，就是 loft 那种，就是设阁楼，我半夜还从上面摔下来啊，而且是那种不知道为什么摔下来的时候我是完全动不了，我当下有说，我们简体中文叫掩住了。眼住的就是模模糊糊，但是又想动不了那种，对吧？类似那种。然后我那时候说：“天啊，怎么倒霉成这样？”然后因为我朋友不是寄了盐巴给我了吗？我放完之后，好像就没有这么不顺了啊！真的。对，然后后来就很有趣哦，因为我是在那边住完之后，大概住了半年吧，我就刚好，因为我原本是做免税店。我换到了不动产，然后就做的还可以，然后就有存一点钱。我想说，赶快搬家，我想要搬到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因为那是什么那个地方太差了。然后就发现那个新的地方，就是因为条件好到我觉得没问题吧，就是自己都怀疑，因为条件太好，6万多，但是房间很大，房间就是大概20平方米吧，然后又很新，然后初级费用又便宜，还送你房租。我说没出过事吧？我就上网查，然后就看，没事，我就觉得很开心嘛。可以查得到吗？网络上查得到。哦，对，那查得到有点像是说，日本有个网站是专门可以查，但是有一说是不一定是完全正确啦。明白。对，但是可能可以知道个大概。但我就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来由的就觉得说，不然查一下我现在住的地方好了，毕竟那么便宜嘛，就查哇。不查还好，查了就觉得哦天哪！就是我在住的前1个月前，才有人在浴缸那边过世，前一个住客，而且是因为他在那边就是好像过世一阵子了，然后因为味道太浓，被邻居报警才知道他在就是可能泡澡泡到过世这样。年长的人吗？好像40-50岁，那也不大啊。对，但是我那时候就说，哇，难怪浴缸是不能用的，因为它全部都换掉了，但是可能管线没有弄好。对，然后我就说，难怪那时候这么倒霉，就很夸张。然后我回到原点说，那时候让我介绍这个房子的是日本的不动产中介，是。然后我那时候内心就觉得，哇，人家都说日本人怎么讲？比较老实嘛，比较诚恳什么的，我觉得他就骗我去住这种房子。他没有告诉你？他没有告诉我。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一行的时候，我常常跟客人讲说，你们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外国业务不是很专业，但其实我们懂得比日本业务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必须要懂日本的文化，还有华人的文化，必须让你们了解说我们这边的差别。对。那我不只要了解所有日本相关知识，你还要了解华人的所有的，比如说行为，还有为什么这样，对。其实我们有点像咨询师。对，我们都有想还要聊说，有些人会说啊，我这样花这个初期费会太贵啊，为什么要这样？我就要跟他讲，哇，这些话我都要讲，可能讲了几万遍都有了。是，对，为什么这个东西代表这个？是这样的。对，像买卖也是这样，我就说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时间的流程要这样安排？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条约？那我们一个条约每一个都要去解释。因为曾经有客人说啊，你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啊，就是因为华人会觉得仲介是一个很贪婪的那种角色，就是很什么都不做，只要收钱的一个状态。对，你好像什么都没做，赚我那么多钱，但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比他想象还多。是。对，我们还要比如说跟那些日本人做交流啊，帮他们去说服他们。比如说租房子，我们外国人在日本租房很难租。
啊，很难。然后你还有要打些人对这个有要求，对，然后你有要求说有些客人日本人对他要求不租给外国人啊，对或者要看对方的身份啊，是是是，这样子而且说实话，租客也有要求嘛。啊，对，哇，那这个要求就是无限高，你就是很难。看起来很简单一个要求，对但是对对做起来很复杂。对，而且因为我是从租房开始做，因为不动产的话，你还是要先从租房打基础嘛。那时候做哇很难做因为你每天要打几百通电话去跟问说哦，请问可不可以给外国人租啊？然后你还被挂电话，还要被凶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日本，我觉得现在好一点。我觉得之前的话，我觉得有一些日本人，我说实话还是多少会有点瞧不起，也不是说瞧不起，应该说我觉得他们会不了解，就会拒绝去接受。对对对对，但现在就好很多，但是可能因为我曾经就有过客人就说啊，你们为什么收中介费？我说哇，我只赚这个钱，你怎么会说你为什么要收中介费？其实还是有这种人的。日本他那个租房子有那个叫礼金，对，在台湾有吗？台湾没有。对吧？他那个礼金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在古代啦，古时候的时候，他们意思是说要谢谢房东租我房子，然后给他1个月一种的房租。感谢。对对对，但是有的还1个月还不行是吗？对，有些2个月啊都还有。那其实这个费用啊，蛮多是拿来付所谓的管理公司的费用。啊，对，日本是有点像分工很细啦，它有点像说租客的中介，还有房东的中介。所以日本他们是不会，你比如说像我相信国内应该都是这样啦，房客跟房东是直接对应的，就是会觉得我直接找房东就好啦。在这边不行。那天对因为我问了一个，我家旁边有一个阿姨，他们是上海来的，她说在日本再好的朋友关系，就是你和房东认识，关系很好，都要经过中介公司。是是是，他不会说因为我们俩关系好，我就直接把房子给你，你每个月把钱给我，不可以。对，不行的。当然有人会这样做，但是就是不符他说合这边的。很少，几乎没有。他就是租了他朋友的房子，对，也是通过中介公司签约。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换角想这样，我觉得轻松很多。没有所谓的说大家都朋友，你干嘛要收我钱啊？那种哇，那我买这房子也是要钱的，我怎么可能给你白住？那种就是有些人会这样想嘛。那有中间者帮你处理，我觉得也比较方便。是是是，对对，或者是修缮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忙嘛，不会想说我要每天来顾着你这个，因为日本连叫修缮都很花时间。是，对对对，所以有一个专门公司帮你处理，我觉得是还挺不错的。是，对对对，就简单化，应该这样讲。那个叫什么医护件呢？医护件，医护件和公寓的他们之间的差异，当然有服务上的差异，对吧？对，医护件需要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做，对，就是都要自己做，然后修缮啊什么全部是自己负责，但是比如垃圾啊这些都全部要自己负责，全部都是要自己付。但是很多人买医护件的原因是因为有土地，是吧？其实华人都会觉得有土地了，我才是比较赚。公寓呢，好像就是大家分摊嘛，对，最后每一家可能就一点点土地，对，然后可能是一个大楼，对对对，这个大楼占了这么大地方，然后大家每一间平分，然后每一家只有一点点土地，是吧？是这个概念吗？是。但华人的概念是觉得我买了一块地，这个地永远属于我。对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到日本的话，因为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买自己那种一栋的，我可能土地是全部我的，我才划算嘛，对不对？但是在日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因为其实日本的土地很贵。那假设好了啦，你比如说你买一户建的话，我同样的土地的大小，你一户建它就只能，比如说假设5000万好了，这个房子一户建买5000万，跟你买5000万的公寓的话，其实一户建的这个建材会相对没有这么贵。你就可以想象说，因为公寓的话，土地的价格是用所有的住户，比如说100个住户去平分的，那你土地的价格相对没有那么高嘛，那你的房子的建材啊那些都会相对好一点，质量要好一些。简单明了讲，会这样可以比较好了解。但是一户建你可能会有发现说，如果来日本久，会发现一户建蛮多都是木造的。对对对对，因为要节省成本嘛，讲现实面就是这样。那我们常常都会说，在日本会有点开玩笑的说，你买一户建有点偏向说你就是没有预算，但是有想要住大间。
啊，对对对对对，是你想要这个想法，因为它就是会，比如说2层楼、3层楼，你会感觉说，我同样价格我可以买到比较大的空间。明白？但其实现在因为土地越来越贵了，除非你是比较偏乡的地方，或者是离车站远一点的地方，不然其实都是没有这么大。就即便是一户建，它有点像是说，因为日本有什么，比如说高度的限制啊，你不能遮到隔壁的遮光啊，它就会变得很陡。就是有很窄，很陡这样走上去，然后我知道，如果你要新一点的房子，都会比较偏向这样，除非你是要找离车站远一点，或者是偏乡的地因方，为土地贵了，土地贵了，所以成本太高了，对大家买的话压力会太大。对，因为除非超有钱。对，因为你想要买的那个价，因为大家能接受的一个 range 其实是差不多，比如说3000到6000是差不多常见能接受的范围，是，但是假设大家都只能接受这个范围，但是土地又越来越贵，它能怎么办？它就只能缩小土地的大小，当然那个预算的问题。一般1楼都没有只有一个客厅或者不会有客厅，通常就是可能一个厕所啊，或者是一个小房间。一个小房间，对对，然后直接到楼上，对对对然后2楼、3楼这样。对，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是来日本要自住的客人，我都会说，如果你不是，我不建那议老年人很麻烦嘛，住那样的房子。对，而且特别陡。我其实有些那个华人就是来买嘛，就是说啊，我们是全家要来的，那有长辈怎么办什么的？那其实我就那时候一直劝说，我劝你们不要买一户建，买公寓，对对对，有电梯，对，而且还有比如说公共社服务，对对对，或者是垃圾又帮你收好，是，对，然后我就方便很多啦，真的没必要，是就是除非说，讲难听点，你钱多也不一定买得到大的。方便的，明白？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是文化差异，对对，所以我都其实蛮多客人都是这样，我有讲过之后，他们都说好，要解释很久，对对对，因为我原来也不懂这些，对，因为这都是实际像我们还有那种就像大家会想说，我就找国内的中介嘛，我在国内就有的店家来做日本的就好啦，但其实在国内他们根本不懂当地的状况，完全不理解，对对对，像有很多客人，他比如说，因为我都是网络行销嘛，那如果说很多都是线上，我在问，他就觉得说，可是我看人家讲是怎样，我说你来日本，我带你看一遍，你就懂我说什么了。而且我现在的经验是我带过的客人，他们都会说，我讲的都是正确的。那其实那我们可以提供服务更好的话，我们也不会多收钱，那为什么不要找当地更实在一点？好像还有那个一户建啊，有的时候看那个网络上的广告。比如说建造一个一户建，不多钱，其实很便宜，是土地贵。另外说还有一个就是，当你真的去跟他面谈的时候，他们有朋友告诉我，然后如果你的诉求变得越来越，你比如说我想换一个这样的颜色，肯定的，我要换一个这样的窗帘，我想的那个我的洗澡间可以更大一点，你的诉求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高，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跟你那个跟他广告讲的完全不一样，对，但他也没说谎，然后说我最便宜的配置就这样啦，那你要加的嘛，对吧？最基础的配置是可以完成，都是这样吧？都是这样。其实很多人就像你在日本，西装很盛行嘛，西装其实感觉没有很贵啊，你去定制19800就可以定制，19800日币就可以定制，但你会说，这个纽扣加多少啊？这个袖子这样是多少？然后这个加一点条纹是多少？布料要求名字是多少？对啊，这全部就是钱就上来方式嘛，对，明白。对，但是。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啦，就是想说我自己定做，我就要量身定做啊！我都自己住了，我为什么不要住更好一点啊？材质再好一点啊？这边加一个，全部都上来了，最后可能要好几万、大几万。哇，可能有的更高，对，很夸张。所以回到那个房子的话，就是像我最近就有一个客人，他也是原本要买，就像你讲的买土地来，他说建才3000万，也不贵嘛，就看土地哇，买不起，土地太贵了，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是这2年涨了是吗？其实我觉得一波一波，就是其实疫情前就已经涨到就有怎么讲稳定上涨，然后它不是说大涨，但是稳定一直在上涨。那你说疫情后，我觉得又有一波就是在往上的感觉，是，对，所以因为人口只有在增加嘛，你比如说东京来讲好了，像我们去更新签证，你去那个入管局。每天都是几千几万人在那边，每天去都有这么多人。现在我上礼拜才去更新，
哇，因为他现在可以线上预约了，就是我先预约，比如说我这个时段才去，即便是这样，里面还是人很多啊。是是是，对啊，那不断的排队。对啊，你保守估计好了，假设讲2、3千人好了，那每天都这么多人都在更新呢，那其实那真的不少哎。那这些都不包括已经有永住或者是有日籍的那些，比如说那些人。那你东京人口一直在增加，所以你日本也是这样嘛，日本人他也是各地的人会来东京发展嘛，所以东京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东京，就是因为它以投资来讲是相对是稳定的，因为一定有人需要。像我们刚最一开始讲说租屋需求是高的，那比如说好，他从大阪调职过来，他还是要租房子啊。明白。对对对，也有这样的诉求。对，所以你投资也 OK，那你自住的话，我自己因为住习惯东京了啦，我去别的县市我也不习惯，所以就是方便嘛。你像我朋友去大阪啊、冲绳啊，就说你要不要一起来？我说好像没有很有兴趣，因为我要买什么东京都有啦。那而且我坐车去跟我坐飞机回台湾是差不多的金额，那我干嘛要去啊？OK， 对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方便性还有未来性这些，我觉得东京都还蛮适合的。OK， 所以如果你给这个华人的群体买购置物件的建议的话，你会觉得有哪些建议想讲给大家？建议哦。因为其实基本上是要看大家预算呐。如果说你的预算，比如说 OK， 1000到3000之间的这个预算的话，其实你可以买投资物件，买一个比如说小套房，投资的话，它投报就会比较好看。那它未来，因为通常啊，在日本会租房子的人都是类似这样的组合嘛，应该这样讲，就是都是单身来。那你可能比如说1000到现在应该有点到1000到4000了，这之间的话可能投报率可能5%左右，4到5左右，比如说好一点 OK 的地方4到5左右，那你通常这种房子是最好出租最稳定啊，应该这样讲，因为就是16到25平方米这种房子是最常见的。那如果说比较预算比较高的，可能你在网上比如说5000啊、1亿啊这些以上的这种的话，它就是看未来性。未来性，对对，就是因为它投报相对不会，比如说1000到3000这种的投报高。那未来性，你们这个行业你们了解吗？未来性，我们就是一直在看啊，一直搜罗这样的信息。对对对，那个区域有什么样的发展？对对对，或者说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建案啊什么？其实我说实话，真的好多建案。所以大家都会说，哪里是最好？我说其实没有一定哪里是最好，就是看你当下买的时候哪里有适合的物件，我们就推给你。因为一定会是因为每天都在看嘛，我们每天都在查。然后我说实话，我今天如果说你问我说哪里的地方是最好，我说 OK 港区最好，可是你的预算是500万日币，那我就会说那就跟港区没有关系了，因为你根本买不起。明白。对，所以客人只要来问说，你告诉我你的需求，我去依照你的需求去量身定做你最适合的方案。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比如说我想做民宿，那角度就不一样嘛；我想做饭店，角度就不一样。那完全是，所以我每一个都要一个个去咨询。对，所以我们都偏向说投资顾问那种感觉。当然自住也很多啦。对，所以那个很多房屋它是，房屋的就比如说它收益率，很多房屋它的收益率，比如说5%、7%这样，那好像有的房屋在跌是吗？随着猪年它因为它旧了，会这样吗？你如果说是那种容易跌的房子我老实说是东京以外的房子，我觉得相对是容易跌啦。比如说不这么热闹的地方，比如说像新泻好了，我之前就有客人问我新泻房子，公寓，20平方米吧，才100多万日币就买得到了。这种的也有，因为我有客人贴给我说哇这么便宜，但是就是没人住嘛，然后他的管修费，你的维持费用就高。他那一间我印象中是管修费大概2-3万日币，那这大家可能会没有概念，为什么会很贵？是因为它大概16平方米就2-3万日币，但你在东京可能像我最近看大概60几平方米的房子，你的管修费就大概2-3万日币。就有点像是说，你买了一个大概1/3大小的房子，我要缴一样的维持费用。对，那就是一个看大家怎么想嘛。像有些人台湾人有一阵子很多人喜欢买北海道啊，就觉得哇好便宜哦，但你租不出去啊。你如果说不是想要赚钱，当然没有差。我想买一个梦想，我只是要偶尔来住，偶尔度假住一下，那 OK。但是你想要未来，比如说我想要不要想赚钱好了，有个收益回本好了，有个收益的话，对，但
北海道没人啊，如果你租不出去，你就回不了本啊。啊，就是买的很便宜，看着超便宜，对对对，但是买完又没人住，产生不了价值。对，而且还转手不了，因为像我刚刚讲，不是说日本为什么不想买房子，其中的原因是这一个，就是它的维持费用，人家又说都很贵嘛，但是其实我觉得东京还好，是因为你有收益。是，但假设你比如说在北海道这边，然后你买了一个100万的房子 ，OK， 你每个月要付2-3万的日币，但是你租不出去，它就是负的。对啊，每个月朝里边放钱，对，它就是赔的。但是好，在东京2-3万的好，你一个月可能收10几万日币的那个租金，你都是赚回来的啊。对啊，所以就是看角度。明白。那还是有人会买北海道，为什么？因为像有些人就喜欢滑雪嘛，那 OK， 那我就是为了度假，对，那也 OK， 经常去住一段，那可以。对，所以我才会说，不是说看你自己的哪里房子好，对对对，一定是你的需求，最符合你的需求就是好的房子啊。对，明白。我经常看到有一个新闻说，日本的很多老人去世了之后，房子没有人要，他的子女也不要，因为通常那种地方，他们继承的通常都不会是什么好地方。跟房屋有关系。对对对，那好地方还是会要的，是吗？好地方还是会要，因为还是会赚啊。因为明白。你说一个，但好，我看到那个讯息是说，因为老人去世了，或者是子女多，商讨这件事情一比较麻烦，第二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还有很多税，对，还有没有遗嘱，第三就是说，因为房子一般比较老旧了，拆除就是一笔费用，就等于说，对。要伴随着一个很长久的一个时间来搞这件事，花很长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的付出，所以很多人子女也不要那个房子。对，还有一种是说，比如说就像您讲的，就是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对，多人继承，那今天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他可能就卖不了，那就麻烦，卡在那。对，我之前就有客人要买一栋楼，然后他就是也是比如说家族继承啊，然后也是比如说5个兄弟姐妹一起继承嘛，然后就平分嘛，然后结果后来没成约，就是因为忽然有人不愿意卖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没了就解决不了了。对，所以其实这因素很多啦。是。但是像这种他就想卖啦，他是楼嘛，好赚啊，那为什么不卖？是因为他有收房租嘛。明白。对，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每个月我不工作，我可以收一些钱，我干嘛要卖？因为我看到那个有写，就是说很多老人不止1个2个日本还专门有人成立了这样的机构，去处理这些房屋，因为处理这些房屋的这个手续极为麻烦。对因为因为人去世了嘛，他还牵扯到有子女，虽然他子女不要，你还有法律上的问题。对，很复杂的，这跟我们的观念也不一样。我们是。他只要有钱赚，想一切办法也要把它给搞好，给它修好卖掉。那还有就是刚才讲到房屋收益率，比如说我投资了5000万买了一栋房子，然后我把它租出去之后，委托你们中介公司租出去之后，我每个月不是有收益吗？对，我这个收益我还要去缴税，对不对？你是说比如说所得税吗？对啊，所得税应该是这样讲，你要超过那个比如说因为它有比例集聚嘛，对，比如说你195万以下年收的话是5%，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但是我印象中是这样，就是一个集聚你超过多少就报多少，那就是假设190万你就是缴5%嘛，那这个我说实话，有些人就是海外的人就不一定明白，对，那但是你要报但不缴是违法的吧？就是看他怎么去报，但是报也是没有差，因为其实没有很多啊，因为扣掉成本那些，因为通常啦，海外的房东是在日本没有什么收入嘛，那你只有房租收入，其实也老实说没有这么多，就是你比如说只有一间房子好了，假设你这个房租是10万好了，那你一年不就120万嘛？其实也是最低级距啊。明白。对，当然你如果买很多，那你就可以，比如说就可以用一些你的持有成本，比如说管修费啊，去扣掉一些折抵。然后如果说买很多间的客人，就会建议在日本成立公司嘛。用公司的办法来管理它。对，可能会比较划算。因为公司有公司的税的算法嘛。然后一些折本的成本的折抵的话，就可以抵税这样。明白。对。OK，好，谢谢。谢谢你今天来录影。不会。